我叫林树，1个月前我觉醒了一个标签系统，能够看到病人身上的提示标签，只要能根据标签提示治好病人，就能获得医术提升。说吧，什么问题？医生，我和我老婆结婚快半年了，但一直没有孩子。身体没问题，那你们是不是做避孕措施了？没有，绝对没有。医生，我和我老婆都是博士，我们都快30岁了，再拖2年，我媳妇儿就真成大龄产妇了。奇怪，他头顶这引大的标签到底是什么意思？张先生，是不是你那方面？我这方面绝对没问题，媳妇儿，你快给我证明一下啊！怎么？张扬，难道是这个引大？我老公那方面是有点厉害，每天至少4、5次。我前几天还去医院开了痔疮书，那大夫还让我们节制那痔疮书？我想我可能知道病因了。张先生，加个微信吧。上次在你这儿看病后，回去不到1个月，我老婆就怀了。好厉害！我感觉自己脑海中多出了很多医治病人的记忆。就像我在某个平行时空去进修了好几年一样。发放了。头痛、呕吐，37度2，没发烧，大概率偏头痛，先观察。王师傅，麻烦你再量一下温度。我来吧。还是37.2摄氏度，这个温度看上去很正常，不算发热。可为什么标签会提示他在发热？除非这并不是他正常的。阿姨，他平时体温多少？我想想啊，去年冬天他说头晕，我给他量过一次，好像是35度多。看来我猜对了，王建设他基础体温本来就比较低，37.2对正常人来说不算发热，但对他而言，他就是在发烧。标签是对的，没有问题。赵老师，3床的体温我刚问了家属，他的基础体温只有35度多，37度2对他来说可能相当于正常人的38度以上。你想说什么？我想说，他可能在发热，加上头痛呕吐，需要排除脑膜炎。我刚做了检查，你摸刺激症阴性。脑膜炎早期可以阴性。你的意思是我漏诊了？你的意思是我漏诊了？我不确定，但我觉得可以再查一次脑膜刺激症，或者做一个腰穿。你测量多久？腰穿不是拿体温调量体温这么简单。首先，这检查不便宜，属于大检查。其次，要是查不出问题，谁来负责？你负得起责？林旭啊，林旭，你只是一个小小的规培生，多管闲事干嘛？老王，下个月就是你50岁生日了，要不喊闺女回来吃饭？妇道人家懂什么？闺女现在工作忙，不要随便打扰她。可是我快半年没看到她。平时电话上不是有联系吗？电话哪比得过真人？医学上脑膜炎确诊阳性后，从发作到死亡时间很快，尤其是细菌性脑膜炎，最快3天可能一条人命就没了。你吃橘子吗？谢谢，不用了。你好，我是急诊科的。我们留观区有一个患者，51岁男性，头痛3天，呕吐1次，体温37.2，但他基础体温只有35度多，我怀疑可能是脑膜炎，脑膜刺激症目前不确定，能不能请你们来会诊一下？王师傅，我给你检查一下。谁让你打的电话？我自己打的。要马上做腰穿。医生，怎么样？戏剧性脑膜炎，幸亏发现的早，现在治疗来得及，不然后果非常严重。谢谢医生，谢谢医生。医生，谢谢你，你是好医生，好医生啊！解决病人身上的词条后，我感觉自己的医术获得了提升，这个能力太神奇了。赵医生，晚点来我办公室。这次幸好没出事，要是万一出了什么意外，你规培就直接结束了。谢谢钱姐提醒。你绕过我，叫了神内会诊，
结果是对的，人救回来了。从结果来看，你做的不错，值得表扬。但从程序来看，你是规培生，没有权限在主治不知情的情况下请其他科室会诊。这件事如果上报，你的规培考核会有记录。这次我不报，别人问起来就说是我同意你打个电话。谢谢赵医生。我话没说完，接下来3天你不能接诊，也不允许碰病人，把科室里的规培管理规范和会诊流程拿去好好看一遍。在医院里，流程很重要。去吧。喝点水。谢谢钱姐。赵医生是在保护你，你救人是对的，但医院的每一个规定都是为了让你们在救助病人的同时，也能保护好自己。谢谢钱姐提点。你先看吧，我去忙了。我被车蹭了一下，擦伤，想看看。骑电动车，一辆轿车右转的时候蹭了我一下，不严重，车速不快，我自己摔的。伤在哪里？左边手肘擦了，还有左边肋骨这里撞了一下，我不疼。报警了吗？没有，我赶时间，能快点吗？我还有单子没送完。你先填表吧。这描述太吓人了，还在流，什么东西还在流？回去注意休息，这2天别搬重物，疼的话吃1片就行，一天最多吃3次。行，劳烦医生了，我走了啊。妈，我没事儿，就擦了一下，你不用来医院。爸的药钱我下个月发工资了就给你转。不太稳，没有波，没有捂肚子。我知道了，晚上我去接朵朵，跟她说爸爸没事儿。面色正常，口鼻嘴角都没血，呼吸也平稳，从外表看没有问题，可气泡标签还显示还在流。他已经包扎了外伤，这说明伤口在体内，身体里流血，会是什么器官？他左侧肋部遭受撞击，左上腹的器官是脾脏，难道是延迟性脾脏破裂？这个病症看似外表稳定，生命体态正常，实则一旦爆发就会让人休克。如果是脾脏出血，会有一个体征 CARB 症，试一试就知道了。不好意思，可以确定是 CARB 症阳性。赵老师，怎么了？急事儿。赵老师，什么事儿？刚才进来了一个患者，23岁，快递员，骑电动车，左侧肋部撞击，陈元接的，做了清创包扎，开了止痛药，准备让他走。然后呢？但我怀疑他脾脏有包膜下出血，他左侧肋骨下被撞了，脾脏位置，我刚才测试了一下，他左肩没有受过外伤，但有疼痛。人呢？在药房取药。我不是让你看3天规培手册吗？刚才听到打电话，他爸生了病，女儿还在读书。刚才那个外卖员呢？23岁，左手包了纱布的那个。哦，他呀，刚才拿完药走了。你干嘛？你不能走！我付钱了啊！你内脏可能还在出血，你现在状态很危险。刚才那个医生都看了，说我没事儿。我知道，但还可以再检查一下。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清楚，我哪儿都不疼。你们医院就是想多挣钱。我是急诊科主治医师，姓赵。你左边肋骨被撞了。我只是被擦了下，不厉害。我还要去送外卖，不然超时了。跟我回去做个检查，5分钟，不耽误多久。如果没事，我亲自送你出来。行，我跟你们去。但如果查了没事，我投诉你俩。不好，这好像是我的病人。我的病人跟赵医生回来了，完了！医生，我应该没事吧？你有事儿，你的脾脏有损伤，正在出血，虽然现在不多，但正在加重。出血？你左边肋骨被撞了后，脾脏受伤，血被包在里面，等它包不住了，就会往外流。要开刀？大概率要。多少钱？有医保吗？有，农村的，异地。那能报一部分，具体的费用需要住院后结算。我没钱住院。你现在不处理，血就会越来越多。等脾脏瓣膜被撑破后，也会在几分钟内失血性休克。到那时候不是要多少钱的急的问题。我女儿晚上还等我去接。我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来，你告诉我号码。打我妈的，谢谢医生。小林，明天开始你可以接诊了。好，下次先来找我，不管有没有证据，先来找我。好。我感觉自己医术又进步了。
刚才他来的时候，我做了基本检查，他也说没事儿，我就没多想。回来了，今天这么早，找到你了。习惯了。今天你回来这么早，反倒不习惯。我们科室来了个贵培生，挺不错的。能被你夸，那看来真有点本事。什么叫能被我夸？我夸你有眼光呢，老公。今天来这么早？我也刚来一会儿，宿舍离医院近，就2步路。行，等会儿做门诊的时候有什么情况跟我说。赵老师，那我去门诊室了，去吧。医生，我胸闷，多久了？2天吧，不是一直闷，活动的时候才闷，有时候走快了，爬楼梯也会胸闷，坐下来歇息一会儿就好了。疼不疼？不疼，就是闷，这一片像是压了个东西。之前有没有过？没有，我这是第一次。有没有出汗、恶心？没有。你抽烟吗？有没有高血压？抽，30多年了，1天1包。我有高血压，现在还吃着药呢，但不是每天都吃，有时候会忘。家里有没有心脏病史？没有糖尿病，但我爸是心梗走的，走的那年68。吸烟30年，高血压服药不规律，给父亲进一步判断才行。先做个心电图吧。行，劳烦医生您快点啊，我下午还约了人下棋呢。心率76次每分，预期电轴不偏 ，PR 边间正常 ，ST 段有一点压低，大概0.5毫米。这个数字很尴尬，是灰色地带。教科书上的诊断标准是大于等于1毫米，0.5毫米是可能在正常变异范围，也可能不是。医生，我没问题吧？如果是作息健康的年轻人，这个数值没问题。但他今年62岁，吸烟30次，高血压，父亲心梗，胸闷2天，活动后加重，这 buff 都快叠满了。看着小医生的表情，我不会真有事吧？第3次看这个标签了，变化中，到底是什么在变化？这标签很模糊，它不是直接告诉我答案，而是告诉我一个方向，让我自己去判断。发热指向了被忽略的体温症还在流，指向了隐匿的内出血变化中。难道是心电图是一张照片，只代表瞬间的心脏电活动，它只能告诉你此刻心脏的状态是什么样的，不能告诉你未来心脏的状态。我需要第2张心电图，但不是现在，需要间隔30分钟到1个小时。吴师傅，需要抽个血化验，然后留观1个小时，1个小时后再做一次心电图。还要这么久？为什么要做2次？对比一下，看有没有变化。医生，我身体不会有事吧？我其实感觉自己没有那么难受，我婆娘非要让我来的，我觉得在家里躺一下就没事了。既然来了，那就查清楚，这样你也安心，对吧？我下午约了人下棋的，我觉得没什么事儿。算了算了，来都来了，就做吧。情况不太好，心电图和1个小时前相比 ，ST 段压低加重了，说明你心脏供血在恶化。你现在的情况叫不稳定性心绞痛，需要马上处理。不处理的话，有可能发展成心梗。心梗？怎么会是心梗呢？医生啊，什么？不要告诉我老婆，我跟她说的是来开点感冒药，她心脏不好，我怕她知道了比我还急。你后面要住院，家属需要知道。我知道，我自己跟她说，你们别打电话，她听到是医生打的，我会担心。喂，老婆子，没事儿，就一点小病，医生说只要住2天院，医院空气不好，你不用来。我这么大个人了，你还不放心啊？这位病人，请躺床上。好了好了，我去检查了，晚点再给你打电话。林医生，麻烦你了。第1张心电图 ST 段才压低那么一点，心肌酶也是正常的。你怎么想到再做1张的？他危险因素太多了，吸烟30年，高血压，家族史，胸闷2天。ST 段虽然不典型，但在这个背景下不能放过。单张不确定的时候看动态变化比较靠谱。这么仔细的吗？学会了。对了，今天下班的时候有一场交班汇报，记得准时到。知道了。今天加一个病例讨论，林树，你讲解一下你治疗的病人吴国良。患者男性，62岁，主诉胸闷2天，活动后加重，休息后缓解。既往高血压病史，服药不规律，吸烟30年，每天1包。患者父亲，68岁，心格去世。
巴蒂血压148/92，心肺听诊未见明显异常。第一次心电图，V4至 V6气脉 ST 段压低约0.5毫米，不够诊断标准。心肌酶谱和肌突蛋白均在正常范围内。这数据很正常，你为什么能想到要复查做第2次心电图？因为他头上有3个字。你做的这个决定在流程上是偏积极的，不过结果证明你的判断是对的，不错。林树今天的思路值得大家学习。我去，沈主任这也太看得起我们了吧？这让我们怎么学啊？哎，听说今年规培一结业考试通过率比去年还要低，同期还有林旭这种天赋流强者，我该怎么办啊？林医生，下班了。没吃饭饿了？不是，是最近收了一个棘手的病人。什么情况？一个小女孩才10岁，反复替热1个月，跑了3家医院都没查出来病因，现在转我们科室了。我们科几个人看了都没头绪，陈老师也没确定方向，该查的都查了。反复吸热1个月，像这种疑难杂症会有变迁吗？最近我接诊了不少病人，我发现普通的病人不会出现变迁，只有病情复杂或者病情特殊的病人才会显示。你那儿有《实用儿科学》这本书吗？有，但在办公室，你要的话明天来拿吧。好。你好，周涵在吗？周医生还在查房，你在这里等下吧。好，谢谢。这不止一个是什么意思？不止一个症状，不止一个疾病，不止一个器官，还是不止一个原因？来借书的，走去我办公室拿。3号病房那个小女孩，就是你接手的患者。你对她病情感兴趣？好奇。你自己看。数据看上去很正常。对，所以这才是最麻烦的，查不出病因。除了发烧，她有没有说过哪里不舒服？前2天她说膝盖有点疼，不明显。我跟陆老师说过了，查体没发现关节红肿 ，X 片也没有问题，暂时考虑生长痛。哪个膝盖？左膝盖。还是要靠检查数值判断，光靠猜不准确。你不是急诊吗？怎么对这个这么上心？3家医院都查不出来，挺少见的。你是那种碰到难题就走不开的人。找到了，这里的数据不对劲。你看出什么了？这个趋势不太对。你看这里，他的血红蛋白112、108、106，血小板285、310、338，这说明他体内很可能有一个持续的低水平的炎症反应。这么细节的东西你都发现了？我去告诉陆老师。等一下，你准备怎么去说？我说是你发现的。别说是我发现的，说是你自己发现的。为什么？这明明是你的功劳。因为我是急诊科的规培医，这是你们儿科的病人，你是病人的直属上级医生，你去说比我更合适。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救助病人。我替病人谢谢你。怎么了？我跟陆老师汇报了，也把血小板和血红蛋白连续几周的数值变化趋势排出来给他看了。他结论是什么？他说这个趋势确实存在，但每个化验结果本身都在正常范围内。他认为住院患者出现这种程度的指标变动不罕见，饮食习惯的改变、活动量的减少，甚至反复抽血都会隐性影响血常规。你是怎么想的？我觉得你的猜测是对的，常规检测查不出问题，但这一串数值异常，我们就应该重视它，至少不能放任不管。先喝点水吧。陆老师准备怎么处理？他说继续观察，等下周复查，再查一次血常规。如果趋势还在持续恶化，再重新诊断方向。这样，你下周给他复查血常规的时候多加一个指标。什么指标？血清铁蛋白。怎么说？简单说就是查铁蛋白可以区分到底是贫血导致数值异常，还是因为炎症导致数值异常。因为如果是慢性炎症导致炎症性贫血，炎症会把铁元素锁死在多核细胞里，铁蛋白会升高；如果是贫血，铁蛋白会降低。所以只要查了铁蛋白，就能确认是炎症问题。高。
刚才那病人化脓性扁桃体炎，给他做个头孢去松皮试，没问题就上2颗净滴，加点布洛芬退热，体温降到38度以下就可以走了。嘴巴张开，让我看里面。扁桃体后方黏膜严重囊性膨露，再严重下去恐怕都不能呼吸了。出来，你病人恶化了。阿姨稍等。快，马上上监护查血氧，10毫升可替斯塔莫，净土压水肿。申请耳鼻喉急会诊，还有麻醉科。电话我都打了，人在过来的路上。林医生，你要拿的工具。来不及了，再拖下去，不等医生到，恐怕人就脑死亡了。马上做环甲膜切割，帮忙辅助，等下帮我止血。大哥，你疯了！护士帮忙打灯，固定他头部，相信我，能行的。最近我粉碎了不少标签，医术相比于刚开始提升了很多。环甲膜切断是中等难度手术，应该可以。是，好准，好快，好厉害的操作！我在他身上竟然看到了老师的影子，这还是同龄人吗？幸不辱命，手术成功。你做的手术？刚才情况危急，来不及了。我看了下，切口很精准，伤口也不大。我来做，估计最多也就这样，挺不错的。果然，优秀的人到哪里都不一样。这种手术很费精力，我带他下去休息吧。这是你的病人，你还是先留在这里照顾病人吧。林医生，我去给你倒水。看你样子，出结果了。出了，我照你说的，给苏几年开了血清铁蛋白。你猜血清铁蛋白是多少？数据是严谨的，我不猜。你这人真较真。好吧，他铁蛋白是235。我记得正常范围是20到200吧。没错，而且血红蛋白102比上周106掉了4个点，血小板3部758比上周346又涨了12点。陆老师怎么说的？陆老师上报了医务科，请风湿免疫科和血液科的下来做联合大查房。结果出来了吗？还没，但明天应该就能知道了。明天我再给你说。好。今天结果出来了。看你表情，可能是个坏消息。风湿免疫科和血液科给他做了检查，结论是目前依据不足以诊断任何特定的风湿免疫疾病。患者 ANA 阴性，补替正常，关节症状不典型，建议定期复查炎症指标，观察有无心发铃响表现。结论就是没病。把病历发我。你有想法？有一点点，但不确定。先有慢性炎症，然后引发发热和关节痛，接着贫血加重，血小板反应升高，最后食欲下降，体重暴跌，就像一棵树在树叶初黄掉落前，地上一根子腐烂。我之前去病房见过他只有左手的手指发生了病变，变成了杵状指。如果是全身性疾病，病变应该是对称的，只有左手有，那说明病变是局部的。什么东西只影响身体的左侧末梢，而不影响右侧末梢？空血。人体左右手的供血走的是不同通路，血液从心脏蹦出来后有3条路线，第一条从头臂干往右，供应右上肢和右侧大脑；第2根左颈纵心脉往上，供应左侧大脑；第3根血管从左锁骨下动脉往左，供应左上肢。所以10岁女童昏厥半跌倒，额部外伤，意识丧失约10秒后自行恢复，目前嗜睡。医生大哥哥，在病房见过你。小朋友乖，不会有事的，睡一觉就好。哥哥帮你检查一下病好不好？谢谢哥哥。帮忙把测血压的给我。左右双手的血压居然相差这么大。左臂血压68枚35，右臂血压95分60，脉搏很弱，就像隔着墙传来的敲门声。右手脉搏很清晰，也很沉稳，左右双手脉搏截然不同，答案越来越近了。周涵，听诊器给我。
我找到病症了，打个电话请赵老师马上来一趟。好。都住院这么久了，你们儿科连个病因都查不出来，真是胡闹！不知道病因我们怎么抢救？我找到了，我找到病症了。患者左臂血压68分35，右臂血压95分60，双侧收缩约差37毫米毛毫。持续3个月低热 ，CRP 及铁蛋白升高，血孙偏快，血用蛋白持续下降，血小板持续升高 ，ANA 阴性，骨骶束和骨穿未见异常。左手单侧杵状指部局部左膝关节游走性疼痛，明显消瘦。综上所述，大动脉炎。喂，影像科吗？我是急诊赵景峰，我需要马上给一个10岁患者做主动脉及分支 CTA。你们带患者去影像科吧。大动脉炎还是非常罕见的儿童大动脉炎，你以前见过？没亲眼见过，但在书上看过。3家医院都没能查出来的疑难杂症，你直接找了出来。有没有兴趣在急诊科留下来工作？我听医院的安排。也不知道我现在医术到达了什么水平，每次医术提升，我都感觉自己像是真的在医院里接诊了好几年的病人。我这算不算是上班1个月，有10年工龄技术的资深医生？昨天晚上急诊接诊了一个儿科住院患者，反复低热3个月，辗转3家医院未确诊，因昏厥摔倒送往我们急诊科。经查体发现，双侧上臂血压不对称，左侧桡动脉搏动减弱，左锁骨下区可闻出血管杂音。经查 CTA 确诊为大动脉炎，目前已转风湿免疫科开始激素治疗。初步场底判断是我们科室林树做的。我操，有点牛逼啊！听说还是个疑难杂症，这女孩转了不少医院都没查出来，到我们这儿就检查出来了。都是年轻医生，他怎么这么有名？好了，今天晨会结束，都去忙自己的吧。医生，我爸心慌的厉害，已经拖了1个星期不肯来看病。今天干活时差点栽倒，我硬给他拉过来的。多大点事儿，就是心跳快了点，不碍事儿。具体什么症状？一阵快一阵慢的，没什么规律。以前出现过这种症状吗？没有，这是头一回。最近有没有发现自己突然变瘦了？没觉得。怎么没瘦？上个月还好好的，这个月你那条皮带都往里多搂了1个扣眼了，裤腰一直往下掉。大叔，那饭量有下降吗？饭量一点没少，甚至比之前还要更能吃呢，就是晚上容易饿得心慌。能吃，但体重却在反常下降。去拉个心电图。心电图这边。再做个甲弓3项。没必要查这么多吧？俺觉得自己没啥事儿。爸，听医生的，来了就要好好检查。林医生，我爸的甲光3项结果出来了。在加速，心率加速，基础代谢燃烧，饭量增大，但体重下降。看来我没猜错，就是甲亢性心房碰重。林大夫，我爸这个病严重吗？你父亲是甲状腺引起的风战并发症，只要吃药完全能控制住。谢谢林大夫。放心，这个病能控制，你先去吧。年年，你看是谁来了？大哥哥，恢复的怎么样了？好多了，今天早上喝了1碗粥，还有2个水煮蛋。看的什么？这是周叔叔送我的，上面有大鲸鱼。医生说指标在降 ，CRP 从12降到了7，昨天量的体温36.8，2天没发烧了。谢谢你，林医生。应该的。你就是林树？对，就是他，就是那个4家医院查不出来，来我们医院住了快1个月，谁都没辙，被他一个人查出大动脉炎的林树。挺厉害的。
他就是这样，你跟他说什么都一副淡定的样子，闷骚型。大动脉炎，我只在书上看过，教科书上记载，它的内容只有1页，案例稀少。所以啊，就1页纸记载的病，他一眼看出来了，人和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看到没？你出名了。话说你挺厉害的，这么稀有的病，你是怎么判断出来的？小树，妈当初给你取这个名儿，就是希望你能像大树一样茁壮成长。以后妈不在了，你一定要好。抱歉，劳状性主动脉炎查出来的时候太晚了。我吃饱了，你们先吃吧。林医生，苏几年的情况我听说了，大动脉炎，你的观察力很好，谢谢陆医生夸奖。你之前让周涵查铁蛋白，还让他看趋势，是你提醒他的。我们讨论过，谢谢你的讨论。明天下午3点来我办公室一趟，带上你那个案例的查检记录。沈月说想整理成一个教学案例，以后给规培生做培训用，给其他规培生做培训用。我也是规培生啊，这未免也太高调了。你是先注意到杵状指的不对称，还是先注意到了血压偏低？先是杵状指。什么时候？有一次去病房的时候，看见他拿杯子喝水，左手食指和中指的弧度比右手大。然后呢？所以你在他到急诊前就已经有了方向，有一个模糊的方向，但不敢确定，需要等检查结果出来，身体数据指标说话。可以了，这个案例我整理成教学版本，下个月规培培训课上用，你的名字会出现在案例整理者里面。谢谢沈主任。我记得他刚来的时候，有一次一个阑尾炎患者来了10分钟，他都没查出来，这说明他进步很快，能学以致用。对了，我记得好像马上要规培轮转了。对，规培生轮转的时间是10月8号。他是去哪个科室？我看看。普外科，我是呼吸内科，你这普外听说是要动刀子的，你行不行啊？应该还行。腹外科和我们急诊科不一样，节奏不一样，思维方式也不一样。你的内科底子在那里，但在外科要学会用手。谢谢老师。听说你要去普外科了？挺好的，外科能学到不一样的东西。你在这里的时候也挺好的，你会是个好医生。林医生，有时间回急诊科看看呐？会的。我听说赵医生去找副院长了，说你是一个在急诊科做临床的好苗子，希望到时候能把你分配在急诊科。这个位置不太好切。你是？你好，我是新来的规培医生林树。你就是林树啊，魏明川，你的代教。魏老师，还请多照顾。来，我先带你去认一下科室。这是护士站，吕护士长管的。你的医嘱有问题，他会打电话找你，别怕，他人挺好，就是说话快。换药你明天开始跟，先看1天，后天自己上手。碘伏、纱布、镊子的位置你今天先记一下。手术室在5楼，上台穿手术服。更衣室在拐角，鞋套在门口柜子里，别穿反了。上周有个进修员穿反了，被护士长说了一顿。那是顾然，住院医有不清楚的可以问他，他比较忙，挑他不忙的时候问。你先管3张床，12床、13床、14床，不多，先熟悉环境。12床是胆囊切除术后第2天恢复正常，13床是阑尾术后第3天，
今天可以下床活动。14床是焊切，明天排了鹤矿剂焊修部，你跟上去3柱。等会儿12床今天要拔引流管，你先去看一下引流量和颜色，少于50毫升切成淡黄色就可以拔，拔的时候来叫我。对了，你那个大动脉胀的案例我听说了，诊断做得漂亮，不过外科主要靠手上功夫，你的手我还没见过，下午拔管的时候看看。新来的。林树，今天报道的。 12床引流管今天能拔，早上我看了，量不到40，颜色正常，让魏老师带你拔，别自己动。好的。你来。哎，好像没上次痛。林医生，你技术真好。你以前练过？学校教过，手挺稳，不像新手。 不过挺好，希望明天手术的时候也能有这个表现。你们看这里，腹横筋膜这一层很重要，疝就是从这里的薄弱点突出去的，看到了吗？就是这颗缺损。果然，你来分这一段。林树，你来缝合。 手术很成功，谢谢医生。缝合做得不错啊，要不是看着你亲手缝的，我还以为是哪个主治亲手缝合的。王哥谬赞了。听说你们科最近来了个规培生，之前在急诊诊断了一个大动脉炎，这小子实际上手能力怎么样？还行。你呀，这挑你的英子。 哦，我工作还要忙，挂了。大爷，我给您做个术后检查。怎么又来检查了？ 再检查一次。来吧，来吧。疼！魏老师，昨天做完手术的14床病人右下腹存在轻微的腹膜刺激症，亚酮阳性，反弹痛可疑阳性，且完全不在切口附近。是啥情况？ 不是说手术完成很顺利吗？手术过程很顺利，但根据个体差异，术后可能会有一些术后症状，所以才让你们留院观察。行吧。少量渗血，量不大，先观察，补液扩容，4小时后再复查血函关。如果血红蛋白还在降再说。那切口好好的，你是怎么想到按右下腹那个位置的？习惯。 我查顶时习惯把每个区域都走一遍，不只局限于切口附近。急诊还教这个？个人习惯。难怪能查出大动脉炎，好习惯，留着。哟，外科大佬来了，今天切了几个人啊？没切，都看别人切的。那也行。见血了没？感觉怎么样？累不累？见血了，还好。听说你昨天第一次上台缝合。 缝得比老医生还要整齐。他说的，我是听组里的一个进修生说的，他们都说你又能看内科还能做外科，规培结束后多半能留下来。哎，你见到你们科室的顾然没？别人一个科室的，肯定见了。见了。听说顾然有个外号叫2毫米，因为他要求缝合误差必须精确到2毫米以内，整个外科的规培生没有一个不怕他的。在外科缝合里。 2毫米的误差很宽了，和你这种大佬交流没有共同语言。不过我倒是想到了一点，你们说，要是将来他谈了对象，亲嘴的时候，他会不会嫌弃他对象偏了2毫米？你嘴巴是不是淬了毒？而且别人技术确实好，有人愿意当面挑你毛病是好事儿，没人挑你才可怕。这是我导师当初的原话，现在转述给你。哎呦，江大小姐，你怎么像个老教授一样？林树，你觉得你和顾然谁的缝合技术更好？
你看，你看，跟他说话永远都这副德行，纯正的闷葫芦。别人那叫高手的低调，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每天咋呼呼的？唉，既生林，何生尘啊！小林医生，我们要出院了，谢谢你啊！这是我责任。林医生，这是我们给你买的水果，千万不要客气。我不能要，这是我们一番心意。我知道现在医院有规矩，不给钱就是一点水果。祝你以后步步高升，红红火火。大哥哥，你好久没来了。你妈妈呢？我妈妈去找工作了，她说想找个离医院近的，这样就能经常下班来陪我了。这么小就懂事了。哥哥，你现在在哪个科室呀？博爱科就是……我知道，就是开刀做手术的。大哥哥，你做过手术吗？做过几次。那你害怕吗？我害怕。我以前最怕打针了，但是在这里每天都打针，我现在一点都不怕了。年年最勇敢了。这本书上的鲸鱼没有猫好看，但是它的故事更长。我喜欢大海，我妈妈答应我，等我病好了就带我去海边看海。好啊，等你看完海回来告诉哥哥海边是什么样。老板，你们这里还招人吗？招啊，服装导购，底薪3200加提成，你有经验吗？我有经验，以前工作过4年。那你怎么从上一家辞职了？给孩子治病，现在孩子病情稳定了，我不会耽搁工作的。行吧，今天先试一天，合适的话明天开始工作。谢谢老板。这是你新接管的病人，急性胆母炎，胆囊壁僵后，胆囊周围少量渗出，胆囊内多发结石。目前来看倒是不严重，急性胆母炎在普外不算少见。魏医生已经安排了后天的手术，色腔经常规胆囊切除，先去看看吧。医生，我怎么了？我是管床医生林树，给你做个入院穿检。好，麻烦你了。最近体重有变化吗？瘦了一些。大概瘦了多少？6公斤。黄豆大小，硬的，不活动。痛吗？不痛。真不痛？不痛啊。怎么了？没什么，查体的正常流程。进来。魏老师，22床的入院查体有几个发现想和您说一下。你说。Murphy 破不典型，按压胆囊点的时候让患者深吸气，吸到底了，没有中断，疼痛是持续性的非锐痛。单猫炎的 Murphy 症不一定都典型，慢性有时候也是钝痛。患者体重半年下降了6公斤，从72公斤降到66公斤，他自己和家属都确认了。还有吗？左锁骨上窝可铺及一枚淋巴结，大约1厘米，质地硬，固定，无疼痛。魏医生，我再给你查一下。CT 报告我再看一遍。开个增强 CT， 腹部加红腔的，明天上午做，然后手术暂时停了。你觉得可能是什么？不好说，希望是误诊，等报告吧。你说的对，等报告。胆囊癌，而且至少 T3 侵犯胶膜了，淋巴结转移，胆囊管旁和腹中脉都有。确定了？确定。要做的话得开腹，做胆囊癌根治术，扩大切除加淋巴结清扫，让肿瘤科会诊吧。是谁查出来的？林树，新来轮转的。名字有点耳熟，是那个大动脉炎。大动脉炎，这是什么鬼外号？我有名字的啊，我叫林树，不是大动脉炎。是他。这是他查体查出来的，都是他一个人综合判断出来的，让他继续管这张床。CT 的复查结果出来了，我们发现胆囊的问题比之前想的复杂一些。不是单纯的癣状炎。是什么？目前考虑胆囊有质位性病变，需要进一步检查来确认。我们已经安排了 PET-CT 和肿瘤科的会诊。医生，你说的有点复杂，我听不懂。严重吗？需要进一步检查才能判断，我们会尽快安排。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们。阿姨 ，PET-CT 已经约了，后天上午
结果出来之后，肿瘤科会来会诊，到时候会有一个综合方案。医生，那个占位性病变是不是就是癌症？小林医生，我要转到楼上去了。化疗方案支援科的医生会跟您按详细说，有什么不舒服随时按呼叫铃。谢谢你查出来了，要不是你查出来，按胆道炎开刀后才知道，那就更麻烦了。林医生，这是22床病人走之前放在护士台让我送你的。你们知道呼吸内科最多的是什么吗？是咳嗽，全是咳嗽。我一上午看了12个患者，里面11个都是咳嗽，还有一个是来拿报告的。哎，搞得我现在都养成神经反射了。食堂里有人咳嗽一声，我就下意识想掏听诊器。陈医生这么专业，以后就留在呼吸内科吧。那不行，我其实更喜欢骨科。骨科多好啊，咔嚓一下就给患者把骨头接上了，不像呼吸内科，2周了病人还在咳嗽，你说急不急？林叔，你呢？看你最近挺忙的，外科怎么样了？听说你又查出了一个厉害的。生病，胆囊癌。我操，胆囊癌怎么会到你们普爱科？难道入院的时候当胆囊炎收的？你是怎么看出来的？查底。又是查底，你是不是 CT 机成精了啊？别人什么病你两眼一看，上手一摸，直接诊断出来。没这么夸张。还不夸张？我靠，我要是能查底诊断出这种，我起码能吹1年。对了，这患者怎么样了？转肿瘤科了，化疗。那算发现的早吗？不算，已经转移了。操！去里面喝水，给你倒一杯。哦，谢谢。普爱科吗？急诊送上来一个女性，43岁，急性腹痛 ，CT 显示棘鞘膜上动脉周围异常，腹腔有少量积液。外科急会诊请的你们，人推上来了。收到，马上到。怎么回事？晚上7、8点开始肚子疼，一开始以为吃坏了肚子，他说忍忍就好了，后面越来越疼，在家扛了几个小时，扛不住了。我明白了，稍等。魏老师，急诊送上来一个急腹诊，43岁女性，腹痛6小时 ，CT 提示棘胶膜血管周围异常，小肠壁增厚，腹腔积血。生命体征怎么样？心率102，血压90/6，偏低。午夜升压，查血常会生化，凝血单基酸，做个腹部增强 CT，我半小时到。又要加班啊？有个急诊转来的病人，我要去看看。路上注意安全。我给你做个体检吧，您尽量放松。你脸上这个红有多久了？我也不知道，可能有一段时间了，我没在意。晒太阳后会加重吗？好像会，夏天的时候更明显，我以为是过敏，就没管。病人家属过来帮个忙。医生，怎么了？严重吗？帮我把病人裤腿卷起来。好。急性腹痛，食鞘膜血管异常，关节肿胀对称，面部蝶状红斑日晒加重，双纱织网状青斑。有没有经常口腔溃疡？有，反反复复的，好了又起。医生，我到底是什么病？掉头发多吗？最近1年掉得多，洗头发的时候一把一把的。医生，你问的我怕。等检查结果吧。检查结果怎么样了？魏老师，我查出了一些其他东西。你说。患者自述关节痛半年，口腔胃炎反复发作，近1年脱发严重，日晒面部红斑加重。你怀疑什么？系统性红斑泥酪状，腹痛可能是狼疮导致的室外膜血管炎，不是血栓，不是栓塞，是自身免疫性的。你开免疫指标了？开了 ANA 抗 dsDNA，
骨素、抗磷酸抗体。结果什么时候出来？稽查，最快明天上午。魏老师，如果真是系统性红部脑中，这个手术不能做。但如果判断出错，错过了急性补充的治疗时间，导致肠子坏死，这就是医疗失误。你在这里等着，我去给韩主任打个电话，通个气。这种决策不是你我能决定的。是。我给韩主任说了，他明天早上来看，今晚先做 CTA 稳住生命特征。你这个判断如果是正确的，手术不能做，做了也没用。血管炎要用激素压，不是刀能解决的。但如果判断错误，他的肠子就没了。魏老师，我去填病人的入院记录了，是吧？我刚才亲自去检查了一遍 ，CTA 可以排除栓塞，肠道目前缺血，乳酸2.8，小肠壁脏后水肿，阶段性血供减弱。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就是穿孔，与其被动手术，不如用腹腔镜主动探查一下肠道内部状况，至少可以心底有数。如果是肠穿孔加腹膜炎的被动急诊手术，死亡率不低的，提前诊断的话，生活率更高。我倾向于探查。韩主任，我觉得不能手术。为什么？我给患者查体时有一些腹部以外的发现，患者双手近端关节对称性肿重，面部颧骨区域可见淡红色皮疹，且呈碟状对称分布。双下肢散坠网状青斑，日晒后面部红斑加重，有脱发加重，口腔油炎反复。血常规白细胞2.8，血小板89，尿常规蛋白质2个加号，抗核碳体呈阳性，滴率1:640。抗核碳体呈阳性能说明什么？感染也可以抗核碳体阳性，药物也可以。但是它有6条以上符合系统性红斑囊肿瘤的临床标记。我怀疑他得了系统性红斑囊症。你只是怀疑，在医学里要的是实打实的检测结果。抗 DSDA 呢？延迟了，实验室说需要复查，预计中午出。患者的肠子正在缺血，每一秒过去，他的症状在恶化。你要让患者等到中午。林医生，你是想说患者可能有系统性红斑囊中吧？如果是系统性红斑囊中，需要大量使用激素，用激素去抑制炎症反应。可现在有一个问题，如果在激素治疗过程中，患者体内发生了肠穿孔，我们找不到肠穿孔的位置，因为被激素掩盖，这很危险，很可能导致患者感染性休克。好，那手术推迟到10点，但有一点，得先盯着患者，乳酸每小时查一次，如果超过4，不管有没有结果，必须马上送进到手室。魏老师，我想申请风湿感应科紧急会诊。你确定？这只是你自己的判断，如果判断错误，会对你造成很不好的影响。魏老师，我相信自己的判断。体检科吗？这里普外科有个急查的补体 C3 和 C4，患者姓周，周雪培。对，能不能优先出一下？我们这边急用。好，谢谢。他们说尽量。谢谢魏老师。不用谢，你要是对了，你救他一命；你要是错了，韩主任那边我给你担着。医生，我媳妇又疼了，比刚才还要疼，你们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来了这么久也不管她？我们从急诊那边过来的，急诊医生说要手术，你们一直不手术。这里不是省里最好的医院吗？你们到底行不行？我们正在做进一步的检查，结果很快出来，出来后会有一个明确的方案，不会让他一直疼。行，你们说了算。妇联科吗？你们催的那个补体 C3 出了 ，C4 还在做。C3 多少？0.21。这么低，还不到正常值的1/4。我妈妈当年的病历上也才0.42。不行，韩主任，补体严重降低，结合抗核碳提高低率和多系统临访性，我不诊断系统性红囊肿，我是部外科拿刀的外科医生，这个病历上的最终诊断必须由风湿脸令科来下。风湿科的人呢？说的是半个小时左右，应该快到了。现在9点40，还有20分钟到10点。如果他们还没到，我不会等。结果怎么样了？乳酸多少？刚出来3.4，还好，没到4.0。林医生，刚才那个大主任怎么走了？急诊不是说要开刀吗？我媳妇疼的衣服都汗湿了，到底什么时候去？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先别急。我们正在等一项关键指标的数据，如果是我们怀疑的这种情况，不能开刀。开刀不但解决不了缺血，可能还会有生命危险。
不开刀就没生命危险了吗？他都快疼死了！你们是不是没有把握治啊？实在不行的话，我们转院行不行？我们盯着的，如果他指标异常，马上随时都能手术。手术室的门是开着的，请您再给我们20分钟时间。如果现在转院，肠道发生穿孔，就是感染性休克。我是普爱林树，你们的会诊医到哪儿了？分娩科的人还没来，在路上了。 27床的换药我做完了，你今天不用兼顾别的床。周雪梅，哪个床？这边。活动期 SLE 基本确定，囊状性摄阳劳血管炎、小血管弥漫性免疫炎症。你就算把这节肠子切了也没用，只要免疫细胞还在攻击血管，你截掉这节，换一段接上，一样继续缺血。我建议立刻钾强弄1克冲击，连续3天。后面的肾脏损伤我们管。暂缓手术，上激素。手术室先别撤，通知麻醉留人，乳酸你们继续观察。病人如果有任何危及生命的情况，随时推进去手术，这点没有商量。系统性红斑酪中要治，但只有活下去才有资格接受后续治疗。普外，我是顾然。对，手术室对吧？顾医生，那个急诊探查到底开不开？9号手术室给你们空了1上午了，后面连台的骨科都在骂娘。空着，麻醉医生也别走，这是韩主任说的。盯着点滴，如果下午2点病人腹部症状还不能缓解，那必须得进手术室，没办法。如果体征不缓解，肠子坏死在身体里也要命。两害取其轻，保住命最重要。明白。长条声恢复了。林医生，我感觉自己肚子松快些了，没有之前那么紧，暂时脱离了危险期。谢谢。反跳动消失了，肠基因1分钟4次。乳酸出来了吗？降到2.8了。手术室吗？普外顾然，9号间的备用台撤了吧，让骨科上。听说病人脱离危险期了，暂时脱离了。从昨天急诊到现在，多久没闭眼了？32个小时。3点下一轮查房前去值班室躺一会儿。我还能顶。这是医嘱，32小时不睡觉，你现在的判断力最多打8折，怎么给病人看病？去睡，我会替你盯着，到点我叫你。还愣着干什么？快推病人进手术室！哦，好。手术做完了，很成功，病人可以出院了啊！这么快？我要出院了，我家的小树也终于长成大树了呢，能为别人遮风挡雨了。但孩子，妈希望你也要注意身体。妈！结果定了，是系统性红斑狼疮。林医生，这病能治好吗？不能痊愈，但是绝对可以控制，只要发现的早，规律吃激素和免疫药，按时复查，它不会再发生今天这种情况。你们该怎么过日子就怎么过日子，能继续过日子就行。妈，我抓到他了。痒，太痒了，
前天挂门诊，那个医生说伤口长好了，痒是正常的，让我涂点祛疤膏。如果是里面的问题，外用药膏是没用的，不是疤痕增生。忍一下，可能会有一点疼。我去，林医生，我终于舒服了。就是这玩意儿折腾了我1个多星期。这是之前剪线时留下的线头，线头排异，消个毒就可以走。这是今年的第3次，临床干了15年，胆囊、阑尾、含气切了几千个，就算手术做得再漂亮，又有什么用？生附膏必须要2篇核心期刊论文，没有罕见病例，没有前沿数据，我就算把文字雕出花，又有什么用？这是什么东西？大动脉炎引发的肠系膜血管炎，普外科极低概率的免疫肌肤症。这个案例的罕见程度和病例反转条件，完全符合一篇高质量个案报道的标准。我主治医师那一栏写的您的名字。为什么写我名字？你可以自己留着当第一作者发。这本来就是您带的项目，功劳理应是您的。周雪梅的病例整理，从急诊以极副状误诊送入，到大血管插体，再到免疫指标补推急降拦截保守治疗，整个治疗过程的时间线 CTA 截图，我全部都按照时间顺序做了归档。韩主任查房的时候，您扛着压力开了那个紧急会诊，当时您没放弃，而且我现在只是规培医，这病例我留着也没用。谢了，林叔。没法活了，根本没法活了。呼吸科又来新咳嗽了。咳个屁！是规培生阶段的考核。下周一考全科理论加操作，你看看往年的过界率，不到65%，考不过直接扣大半个月绩效，还要延期轮转。你们本院的规培生也这么卷啊？我还以为只有我们进修生压力大呢。唉。我听我代教说，这次外科剧面的答题是胆道系统的破解变异，这玩意儿除了手术台上的大主任，谁在书上能记住那些七拐八绕的副胆管？我本来想去骨科掰大腿的，现在要在书里背下水道图纸，真的要疯了。我吃完了。我市今日查获一批涉嫌违规的进口。哎，媳妇儿，你放心，我马上出院了，进了几车冻虾，这边档口离不开人，你别操心我，早点喂完老二睡觉。行了行了，明天一早的货我发完就回家。大夫，我要出院了，那边医生都说我好了。我记得你，胆囊炎住院，做了胆囊切手术的吧？我给你做个检查再出院吧。我感觉自己已经好了，现在神清气爽，而且丁医生也给我做了检查，说我全都合格了。行了行了，我知道你是好意，但我的身体我自己有数。你刚才打嗝是膈肌受刺激症状。林医生，你这就过分了。我给病人做了检查的，体温、血降、引流量哪一项不达标？而且主刀还是固然，那是固然的手术，你凭什么说不能出院？我说了，患者有不正常的膈肌受刺激症状，而且他刚才摸了右肩，右肩可能有不适，需要做进一步检查。就凭打个嗝、睡的肩膀酸就能当判断依据了？你在急诊的那套疑神疑，你能在外科通用吗？他连腹膜刺激症都没有。腹壁没有，是因为它渗透的液体极少，或者被大链膜包裹在肝脏下面，刺激不到壁层肺膜，但它已经刺激到了膈神经支。如果他现在离开医院大门，坐上他的冷链车，最多12个小时，包裹失效，液体大面积喷发入腹腔，他连进医院抢救的时间都不会有。你凭什么保证你的猜测是对的？就凭我到目前为止没出错过。谁说我的病人有腹腔渗漏？顾老师，病人的膈神经有受激表现，我怀疑术区有隐藏的漏液点，可能是残端，也可能是某种剖泄变异。我需要调取这台手术的腔镜录像确认。行，你要看，我带你去看，我让你心服口服。够了！我不管你们所谓的口服心服，我要马上回去送虾。这2吨虾要是今晚发不出去，这钱你们赔给我吗？别催别催，我马上就来。冯建国，你现在不能走。
腹部好硬，瓣状腹，全腹弥漫性腹膜炎。顾然，马上通知魏老师，立即抢救。丁楠，把电梯按住。他居然真的看准了，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他查顶基本功怎么这么夸张？这还是人吗？医生，电梯。通知手术室，强制9号间，麻醉科插管准备。魏老师那边我来通知，直接进行开腹。林叔，你快把患者推上平车，马上送往9号手术室。不是碎掉，而是直接消失，说明没能阻止隐患爆发吗？林医生，你已经很厉害了，患者不配合，这真的怪不了你。患者是怎么回事？应该是胆囊墙迷液小三管发生断裂，导致胆汁渗出。患者体内全是胆汁和血，根本找不到胆囊渗透点。必须尽快找到伤口，早一秒找到，患者生存几率就越大。找到了，在这里。快，顾然，你来捧火。 10万分之一的概率虽然很低，但落在个人身上就是100%。如果不是你拦下他，他现在已经死在冷电车上了。只是习惯性谨慎。习惯性谨慎，这点我会向你学习。左副肝管，右副肝管，这就够乱了。为什么还有什么迷胆管、副神经索？这种几10万人里才出一个的变异血管主治医师，一辈子都碰不上一回。 菩提老师是不是有病？靠这个玩意儿，谁要是能答出来，我管他叫爹。卢奇卡管也叫迷索胆囊床胆管。啥？在堵囊床的位置有一条不与主胆管相连，直接从肝右叶长出来，进入胆囊底部的副胆管。常规切除堵囊后，如果不注意，这根极细的管子断裂后，会向腹腔内持续渗透胆汁，引发胆汁性腹膜炎。最明显的早期临床表现之一就是胆汁刺激膈结引起的打嗝和右肩疼痛。我靠！你怎么连这种骨灰级的犄角旮旯的知识点都背下来了啊？你急诊天天看发烧吸泻，在普外天天缝合外伤，哪来的时间看这个？没背。 只是昨晚刚开腹掏了一个啊！我就知道为什么突然要考这个，原来是你！马上是最后性测试 ，SP 即危重症问诊，也就是演员演病人。我们要判断出病情，然后进行规范救治操作。我听上一批出来的外科哥们说了，这一届请的演员据说是从戏剧学院请的，特别专业，演得跟真的似的。那挺好。所以你进去后千万不要发散你那福尔摩斯的思维。我知道你，但这次是考我们基本功，你就按照标准流程走就行，千万不要偏离主线。 否则主考官直接就算你偏离重点扣你分儿。我明白。你以前有过心脏病吗？您家属呢？您今天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吗？心理素质差，被患者情绪带跑，未发现休克先兆，未优先评估生命体征。请015号考生林素进入6号考场。加油！您好，我是值班医生林树，您现在哪里最不舒服？教官，老李的演技越来越好了。救人！他主动脉夹层撕裂了。我原本以为还在考试呢。停止考试！患者血压正在崩溃，高度疑似 A 型主动脉夹层破裂。给我马上立刻推真的抢救车进来！我操，这位考生是不是疯了？这可是国家级规培考核，他直接对主考官大吼：“沈主任，这血是不是入戏太深了？要不要按铃判他违纪出局？”切断考场倒计时铃声，通知手术室准备抢救，去按电梯，快！怎么回事？主动脉夹层破裂先兆，双上肌脉搏不对称，左侧脉搏极其微弱，右侧极其亢进，撕裂般放射痛，绝对不是能演出来的，人不可能演到这个程度，奥斯卡影救都做不到。降压，必须马上降压！沈主任，今天考核的剧本里不需要真实的急救物品，只有生理盐水是真的。药，去楼下急诊科拿药。不对，来不及，再不降压，他都坚持不到手术室。我感觉我都。沈主任，老李口袋里有东西。卡托皮林，不行，他现在状态吞咽困难，会误食进入气管。
好粗暴，好狂野的急救方式。是成前世。交给我们吧。怀疑 A 型主动脉结膜，输သွ压最高到了220，给患者含服了卡布松里粉末，现在血压见170了。CTA 做了吗？没时间做，直接进介入室，在台上做扫敏确认吧。患者血压还在往上冲，交给你们了。交给我们。多漱漱口吧，这个药有多难吃我知道，挺麻的，感觉舌头都没知觉。你当时是怎么看出来的？他额头上有真的出汗，不仅是冷汗，包括脖子后面的青筋也在不正常痉挛，这不是表演就能控制的自主神经反应。加上他左手本能的想要抓住什么东西，我顺势摸了一下他两边的脑动脉，脉越差太大。规培考试是国家级省组织的正规考试，你虽然救了病人，但我也不能给你分。不过规矩是用来预防庸医的，它能保证如果出了事，至少流程上没人挑得出毛病。这场考核作废，我向上面申请给你单独补考，你不用延期，也不用扣绩效。报告我来写，你这几天回去好好复习，等通知。谢谢沈主任。还有，药片你嚼得很碎，路子很野，就算在急诊干了几年的人都不敢这么做。沈主任这么做没问题，医院里流程和规则很重要，这不只是为了保护病人，也是为了保护你。我知道，能补考就挺好的。还笑？下午医务处和科教课开了个短会，你在 OSCR 考场上嚼碎了患者的口服降压药，硬往人家嘴里塞，还把危机重症考站的桌子给掀了，直接推抢救车下楼。现在这件事儿全院都知道了，我认识的朋友都找我打听你，问我部外科是不是藏了个怪物。A 型主动脉夹层在声中差1厘米就撕到了无名动脉，那患者被推上体外循环机的时候，血压又飙升到200。如果不是你强行喂给他那一口卡布西林粉末，压住了他出考场10分钟的血压，他根本撑不到手术台。那就好。但是功是功，过是过，沈主任是主考官，你这次考核的全程监控录像全省留档，1个月后补考，单独给你开的一场考试，还是沈主任当主考官。全省留档，你关注点就在这个。不过这次的监控录像应该会拿出去给其他医院看。你这次在考场救了人，有功劳的，上面领导们都知道你留院转制没问题。我们省医院是全省最好的医院，每年规培有不少，但最后能留下来的寥寥可谈，必须得有，这是给外界证据了，你每一步。我明白的，谢谢魏老师。对了。前几天那份病例，我写了一篇论文投稿和期刊，半年把你加了第2座了。规培生拿和尚2座，你别人就算闭眼睛考，综合评分也能过优秀线。投桃报李，你在我这里干的活我认。谢谢魏老师。别急着点头，还有一件事儿，沈主任不仅批了你的补考，他还和韩主任以及科教课的头头们商量了一下你接下来的轮转去向。按照原本的计划，我下一个应该是去呼吸内科吧？你不用去呼吸内科了，普外科这种规规矩矩切痰囊割牙尾的地方都装不下那双能透视的眼睛，更别说呼吸内科。急诊的沈主任觉得这还不够挤压你的极限。魏老师，那我接下来去哪儿？重症医学科，简称 ICU。那个地方不用我多说，你以前见到的病人至少还能告诉你哪里疼，什么地方不舒服。但在 ICU， 全身上下插满7、8根管子，病人不会说话，也不会对你查体有什么反应。那里是和阎王爷抢人的地方，去那里很有挑战，怕不怕？不怕。你要去 ICU 了？后天。ICU 没有自己动手开刀的权限，但他们天天在那儿给病人做深静脉穿刺、打切开留置针。你在普外练出来的缝合能力，别去了2周就退化了。放心，不会的。不管 ICU 的机器叫得多响，记住，躺在床上的还是人。等会儿一起去吃饭吗？等会儿还要值班，你先去吧。我昨天晚上在医院值班，做梦都在听人咳嗽，呼哧呼哧那种带着痰的，咳得我枕头都跟着震。呼吸真的不是人带的，这就是一个巨型的全息立体交响乐团。说真的，你那件事儿现在已经传成了神话，连我在其他医院工作的同学都打电话过来问我们医院是不是出了一个大神，为了在考场救群演，直接把考官的桌子给掀了。你虽然拿了0分，但你在规培者的圈子里声望直接封神了。林叔，论文版面已经定了，下个月见刊。科考那边我去报备过你的2座身份了，这周末请你吃个饭，不叫别人，就我们组的几个。好，谢谢魏老师。你在新科室悠着点儿，别闹出太大动静了。你的带导老师对你这么客气的？魏老师人挺好。听说你马上要去 ICU 轮值了，好好加油吧。罗老师，我是林树。ICU 不需要侦探，也不需要裁缝，这里只有对病人抢救的修理工。去换隔离衣，13床在抢救。
致命病因太多了，连系统都不能精确判断出他身上最致命的病灶到底是哪个，或者准确的说，这里的每一种病灶都能致人死。他脖子水肿成这样，超声的兔头压下去全是冷水，中动脉的脉搏根本摸不清。你的代教主任说你有一双长透视眼的手，现在你有1分钟的时间给他做颈内大静脉捕捉，找不到他就死在这里。如果你没把握，也不敢扎，那就我来。我只是觉得这么重要的事，应该让有把握的医生来。还有48秒，因为我也没把握，死马当活马医。脖子太肿了，血管里的水估计全漏到了皮下组织里，颈内静脉的血管现在估计干瘪的像条脱水的蚯蚓。如果找不到位置，那就让我来，我来切开静脉。闭嘴，安静，别松气。找到了，回血了，暗红静脉。固定好了，以后只要我在组里值班，遇上的所有盲穿高难度支管全算你。你在普外没练完的管子，在这里管够。我倒要看看你这种靠直觉的盲炸手能在 ICU 维持千分之几的失手。明白。这个病人怎么回事？1星期前车祸导致脾脏破裂，做了脾脏切除手术，但术后身体突然崩溃，进入 ICU。那一定有一个病因，就像多米诺骨牌，第一块倒下的才会引起后续连锁反应。等会儿我把病人住院以来所有报告给你，麻烦罗老师了。在哪儿？这里不对，是这个原因吗？不对，这不是主要病因。罗老师，我找到13床的病因了。行，你说吧。他全身病灶的隐系不在胸腔，也不在血液里，而是一个外科问题。他身体里有个地方漏了。漏了。他在普外切的是脾，脾脏是一个实质性的器官，这不是肠子，也不是胃，根本没有漏这回事儿。而且他的引流管连一滴肠内宠物和胃谁都没出来，你告诉我哪里漏了？不是胃，也不是肠子，是遗漏了。遗漏？车祸当时的撞击不仅撞碎了脾脏，还隐性挫伤了紧挨着脾门的胰腺尾部。我看了普外前天的床旁 B 超，腹腔里只有少量病细蕊，根本没有大面积的一液聚集，因为他的引流管恰好就在脾窝，一液漏出了一点就被引流管吸走一点。意思是？对，只要那个位于胰尾的破洞还在往外渗液，你给他上再多丈量的去甲肾上素，都只是在维持一具正在从内部溶解的尸体。医术提升。我打电话给普外。你好，这边是普外，请问找普外的是？找普外现在负责2线值班的人，如果没记错，今天上午是韩主任组。我找韩主任。普外班哪位？急重症罗峰，你们1周前送来的13床，那个皮破裂，我怀疑它根本不是什么术后吸收热导致的普通感染，是撞击导致的隐性胰尾挫伤引发了迟发性遗漏。你们第4天给他上的大剂量静奶补液，直接把他推进了全面崩溃的水肿和镁循环衰竭。罗医生，医学诊断需要证据，而不是靠想象。3天前的床旁 B 超腹腔内没有大面积积液，如果是遗漏，腹内炎刺激症早就该爆发了。更何况，他的引流管每天都有几十毫升的量被抽出，没有出现一夜特有的氢亚填抽。我这边有3份病程记录可以作证。引流管位置刚好下在脾窝，所以它像个抽水棒一样，把漏出的少量胰液吸走了一部分。而引流液变浑浊不是化脓，是因为那是周围的脂肪被胰液消化后产生的乳化皂化斑。你的推导很精彩，但凭什么说引流液里的浑浊物是胰液？化验单呢？你们 ICU 什么时候也只能靠肉眼判病了？韩主任，我是林树。如果他的引流液氨基酸比正常血液高出500倍以上，可以作为开腹的指征吗？你在 ICU？今天刚转过来。5分钟。通知麻醉科和手术室送一整套备用的开腹器械包和电刀下来。要把他推上楼送进手术室吗？他的循环已经撑不住静电贴合过道了，一搬动就会爆。不送手术室，把 ICU 的无影灯推过来，就地床旁开腹。这里无法做到无菌环境，可能会感染。活着才被谈感染。大膈膜完全欧烂了，血压掉到了70，组织牵拉，迷有神经反射，去北肾上腺素推速加倍。摸到了，不好，大出血，指判心脏停跳，除颤仪准备，除颤仪充电，200兆赫，所有人让开，林树，走。肾上腺素第2次准备，林树，10秒钟后继续让开。主刀，看你的了。他在去甲和多巴胺的极限刺激下，
这颗心脏最多再撑20分钟，20分钟你不关腹，他依然会死。林叔，你还行吗？能，你来当副手，顾然，你当二助。不行，他现在内脏太脆弱了，像一块被泡烂的豆腐。这缝合线对他来说就像钢丝，稍微用力就能把他一线勒碎。我有办法，可以用最细的静脉留置针，把前面的软管胶套管拔下来，剪成2毫米一段的小管子，穿在 Pro 印线的两端，当成人工垫片，做简章缝合。可行。手术成功。你在他胸骨上压的那几下力道太狠，肋软骨断了至少3根，这说明他骨质疏松严重，后续还要面临连剥胸的可能。但如果当时你没有翻上床做心肺复苏，我们在切口找破洞的那10秒，他的大脑就会因为缺氧大面积坏死成植物人。那根管子裁得很巧，不错。写完了。写完了，修改了主截命，添加了床旁开腹的抢救记录。原因找得很准，手法也够狠，狠到把肋骨都按断。但在不报备护士长的情况下，私自用空针抽取无菌引流管线里的液体，违反了防止逆行感染的第5条红线。我帮你补上了。行了，赶紧去吃饭，吃完早点回来。知道了，罗老师。这里，老板，加一碗牛肉拉面，多加肉。你这第一天去 ICU 的排场也太大了。我看群里在说，你刚从普外出来，去 ICU， 转头就把老东家的脸给摁在地上摩擦。我从重症系统里看到了他的器械分析，用弹纹3破局，很精彩的反向推导。你是怎么锁定这个单项的？碰巧。怎么会？上午查房的时候，他还在跟我聊天，说要吃橘子。好，我马上回去。我得先回去一趟，我朋友身体不舒服住院，刚才他上个厕所，血氧突然降到了50，代表说人已经发紫了，正在往 ICU 推，让我直接去 ICU 门口等。我陪你一起。怎么回事？病人信息给我。21床周瑞，我高中同学，23岁，今年刚从学校毕业，在设计公司工作，就是个普通的发热咳嗽骨折，进了呼吸科。我看过他痈片，一开始绯闻里就是粗了点，说是支原体或者普通的病毒感染。他上午还在跟我抱怨，说他在公司刚转正，这病来得太不是时候了，怕请假太久老板不要他。他还问我能不能明天带电脑在病床上画几张 CT 图。他人一直很好，这么好的人，怎么突然就进 ICU 了呢？让开！林叔，你这么厉害，帮我把他救回来。他上午还在和我聊天啊。我会尽力。他的肺我而已，气体根本打不进去，典型的急性呼吸张派综合症，病程恶化速度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快的。水泥嘛，他的肺部已经完全被堵死了，就像2块实打实灌满了铅的实心铁砖，气打不进去，他自己更无法呼吸，他会被活活憋死。插管，给镇定肌松。他现在的自主呼吸除了消耗氧气之外毫无用处，把他的呼吸神经打断，用机器高压把肺强行吹开。现在接上了呼吸机，纯氧通气，呼吸末正压调到最高极限15个水柱。不行，他血氧上不去，75%。不好，收缩压掉到60了，紧急脉冲上。张力性气胸，停呼吸机，不能继续用了，再用它肺要被吹爆了。把鼻气压维持底速速气，别再强行吹了，再吹他另一个肺也得炸。他的肺罢工了，现在不管往里面打多少氧气，都是往石头里灌风。去给医务处和新生外科打电话，上一 ECMO。上一 ECMO， 不上的话，他活不过今晚12点。ECMO 机器开机5万，以后每天1万5，这还不算抗生素和营养液的钱。让人去外面通知家属，带着钱和放弃抢救同意书，一起来谈话室。ECMO。这是迄今为止人类医学史上最昂贵，也是最极端的续命工具，每一天都是在拿黄金从阎王那里抢命。机器上，他现在靠体外循环活着，但他什么时候能醒，或者他的肺还有没有可能好转，在医学上无法判断。也许是明天，也许是1个月后，或
或者永远也醒不来，最后死于别的并发感染。这也就意味着，从今天开始，这台机器每天你们需要准备15000块，上不封顶。如果中途撤机，人立刻死。你们要想清楚。这张卡里有6万，我们今天晚上就给亲戚打电话借钱。大夫，我儿子昨天还发微信说年底发了奖金，要给我买个带屏幕的手机。不能拔管，一天都不能拔。当年我在医院把他抱回家，这次我也要把他抱回家。我以为我看惯了生死，但我发现我还是没有。林叔，你在急诊连10几万分之一的大动脉营都能看出来，你能看出他的肺到底还有救吗？我能看出病因，但怎么救？我知道，谢谢你。不行，所有顶级专家在论文结尾给出的结论都是维持体外通气、抗感染、激素冲击，辅以适当的抚慰通气，等待肺部功能自行实质性恢复。但每天15000，周瑞家里根本拿不出这么多。9点，7楼培训中心去补考。我还没看完，赶紧去把你的职业资格证补考完！别整天摆出一副救世主的样子，坐在这里瞪着屏幕。你如果脑子里被这块水泥糊住了，在这里你就只是个浪费电的废件。赶紧去！9点，7楼培训中心去补考。痛死我了！平躺屈膝。医生好凶。转移性臼下火痛，腹膜刺激症不典型，建议急查选常规、腹部猜剖，疑似急性单纯性腎痿炎，给急诊头孢类抗生素进驻。沈主任，这学生今天是不是吃火药了？诊断虽然对了，但这个态度太过冷漠。人文关怀、医患沟通、查顶规范礼仪这几个大项分扣下来，怕是连及格线都摸不到。他脑子里全是 ECM 里那个病人，这考试只是走个流程而已，这才是真正把病人装在心底的好医生。那他过关吗？你说呢？你就给他这个分数。流程没走完，勉强算他几个关键点答对，给及格差不多了。打个低分也挺好，就让这个勉强及格的分数挂在他档案里做掩护，省得被其他大医院挖走。再过半年就到结业抢人技了。帝都那几家传说中的国家级顶级重症医学中心，还有魔都的那几所超3机，每年都在下面悄悄摸摸的撒网，专门捞好苗子。我们院里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好宝贝，可得好好藏着，到时候让他来我急诊科。那你自己和老魏说去，我看部外科也盯得很紧。我腿好疼。你刚才给我打电话是给他换药？麻烦你了。顾晓，你给我安静闭嘴！你要是再大声嚷嚷，我就用电刀割了你的腿，然后把你抬到顾院长的办公室去。沥青和机油已经完全进入他的肌肉微孔，完全固化，只能用注射器强洗。姐，给我打麻药吧，好痛！知道痛你还去飙车，哪天摔死了都活该。冲洗，我想到了。谢了。没事，我先走了。罗医生，我想到治疗周瑞的方法了。什么方法？大容量全肺暴力灌血，联合高浓度 PS 药液微爆发血脱。既然呼吸机的空气吹不动他肺部，那我就用水冲，给他肺部强行灌注几千毫升的药液，然后利用人工水压和药性，在封闭的胸腔内形成物理震荡剥离，最后用强力吸引器将那些杂质连同药液全部抽出来。你夜班加多了，熬出幻觉了。这是我回家后总结出的方法。重症阿紫不是没尘病，他的肺泡壁薄得像一层失水的宣纸，你灌这么多水进去，水压会直接把他肺泡壁瞬间压塌，那些水会全部倒灌进血液里，在水抽出来之前，他就会被憋死。这么大的水压，他心脏根本承受不了。他不一样，他现在挂着 ESMO 体外循环机，就是他现在挂在体外的第2颗无敌的心脏。人的心脏不行，机器的心脏可以。在水灌进肺泡倒逼血液的瞬间，我可以人工将 ECOPS 的转速拉到最高极限，用这台机器切断他心脏的压力。你这种方法只存在于推演的理论，没有任何临床指南可以依据，代价就是他的命作为赌注。他那个穿着旧军大衣的父亲正在砸锅卖铁，拿全村借来的钱给他儿子续命，这种家庭的沉没成本已经到了极限。
如果按照常规治疗，哪怕人没有熬过去也是命，他们会认。但是如果按照你这种方法，要是人死了，你会成为家属的宣泄口，他们可能会把一切责任推到你身上。你的职业生涯、你的未来、你的前途，全部都会毁在这场赌注上，你再也当不了医生了。我刚去交钱了，今天的钱交了。叔，您跟我来。说，那台15000的机器抽不动血了，不用等明天，今天下午人就会没。但是，里面那个林大夫，他在昨天夜里算出了一种法子，一种可能把您儿子救回来的方法，但是风险很大。如果失败，可能会当场死亡，因为这种方法没有写在任何国家的看病指南里，所以主任不敢让你儿子上这张台，他怕你们最后落得人财两筐，会去告他蓄谋杀人。大叔，我就是一个底层看感冒的，我不该跟你说这些。但是周瑞是我朋友，叔，你敢不敢赌？求你了，医生，我愿意赌，医生求你了，真不成我也认，这是老天爷给瑞维尔的命。但如果这次我不敢赌，后半辈子我都闭不上眼。处置药房，立刻去调50只高浓度的肺表面残石，全部放到恒温箱里，给我加热到37度。老子今天就把钱头压在台子上陪你赌，大不了我们俩一起脱了这身白大褂，一起滚蛋。我会尽力，不让大家失望。机器撑住了循环，压不垮。抽出来了，肺部里的杂质开始被抽出了。气道风压下降，气阻变小了，这堵死的水泥肺终于能通气了。收药，调整强心剂，维持基础心率。刚才这半小时的操作，在交班记录里不要写什么大容量洗肺，只写常规床旁支气管镜下极度重吸痰。明白。这口锅虽然家属用血手硬扛了，但在这小子能自己睁开前，我们俩依旧是一只脚踩在悬崖边。血氧回到了80以上，没死在台上，活了，比之前更好了。谢了。罗医生，设备科的驻点工程师刚走。昨天用在21床身上的那台 ECM 由于限度外超频，离心头主轴承深度磨损，厂家评估为人为操作违规，不予质保，保修单108000。另外，昨天下午你跳过权健特殊药审批委员会，强开后备药房通道调取的50份非名录内肺表面特服剂，目前无法走医保基金报销，也无法走重症科室备用金，账面亏空4万5，加起来15万3。知道了，这件事全责我自己承担。报告我今天下午会自己交到主任办公室，扣钱还是停帮我都认了。罗老师，我规培生没有签字权，这15万的死账跟你们这群规培生没有一点关系，去干活。沈主任，我是林树。昨天下午，在应对一例重度大白肺并发纤维化的案例中 ，ICU 在 ECMAP 极限超旁代偿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不合规的大容量全肺人工灌水。现在患者已经恢复有效体征，但本次操作导致了15万3000的违规超标损耗。如果正常上报，当值主治罗峰将会被内部审计，轻则处分，重则停职。打给我没什么用，这是 ICU 的事儿，我在考卷上放你一马，不是让你恃才傲物去违反这个系统的纪律。不，你可以有用，而且是双赢。这次的抢救案例有首创性，在行政处罚上是15万的报损，但如果换一个包装上报，它就是一份前沿科研探索，能够为科教委和医院带来提升的科研成果。光靠这个不够，我手里有所有惯例数据和血流生理学转折图，如果由您牵头立样进行院级课题申报，这10多万的药费亏空就是一项科研先期投入。好，那你把所有转折图和底层数据原始单打印出来，送到我办公室。拉爆机器，擅自动用大额白药库单，在没有任何上级签字的情况下更改治疗方案。这笔账，你的绩效那点钱填不满，你去背了这个锅，整个科室所有人的年终奖全部都要因你被砍掉。
更别提如果操作失败，家属会不会把这间屋子给掀了？所有责任我自己背，也背不动。老何，没有打扰你给下面的人开刀吧？刚才柯教父把昨天那例大白肺泄脱的病例给我看了，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这个个案刚好填补了院里今年科研的空白。行了，这笔损耗直接走院级科研基金池的全项核销，你打报告，我签字。行了，你回去吧，这件事过去了。你保的这个规培生倒是一个重感情的。你在 ICU 的轮值结束了，这个月我的心跳比过去1年还要刺激。你很优秀，但也要学会保护自己。谢谢罗老师，我在这里也学到了很多。陈院长，真的那就是一个普通的规培生，你们看错了。那份上报的重度 ADRS 全肺意外器械代偿模型，底层的负压循环推导逻辑，根本不是你们省医院那几个常年照本宣科的副教授能捏造出来的东西。陈院长，您听我解释，这数据是我们院内的几个科室联合拟定的，这规培生只是打下手。放屁！你当我们协和评审组里的老家伙们眼瞎吗？还有你们医院上个月发的那篇大动脉病的期刊，名叫林树的规培担任2座。你不要告诉我，你们省医院能有2个同名同姓的天才分别在普外和重症干活？陈院长，这规培生还没有考出执医证，上周他还因为违规被判了刚及格，也就一般般。行了，收起你那套藏人的法戏，这个人才你们留不住。这种天才只有来我们协和才能更海阔天空。过段时间帝都有个国家级医疗会议，你把人带过来。果然，这金子在哪里都能发光的。